还是脱水致死？我跟领导保证了，3个月之内破不了案，我陈和元自己滚蛋。这是我们的人像专家所整理出来的干犯嫌疑人的模拟画像。李希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，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。明川，35岁，彭海市法医鉴定中心主任，据说没有他经手破不了的案子。那个明川有进展吗？还没有。李希，你让我怎么办好啊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杀人是那么随意的事儿？谁呀？啊，是我，罗队。明川老师。罗队，忙呢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个点有什么可忙的？下楼坐会儿去。啊，好啊。明川老师这么晚喝咖啡，不怕睡不着？咖啡对我早就没效果了。啊，对了，不能喝酒，以茶代酒。今天的事儿都是我的责任，跟你郑重地说声抱歉，对不起了。还有，谢谢。服务员，明川老师，您是不是不希望宋威涵被抓？谢谢。这取决于他是不是凶手。他是不是凶手，你早有判断了，所以坚持要审黄伟伦。我没有判断。20年前，彭海市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强奸案。据受害人描述，他当天向同班男生表白被拒后，夜不归宿。后来在学校附近的小巷子里遭人强暴。这个人是宋威涵吧？明川老师，我们当警察的不应该被个人情感所干扰，你同意吗？好警察的前提是做个好人。一个情感淡漠的人，会是好人吗？好警察，至少应该以证据判断为准绳。强暴宋维涵当年的主犯，因为没有满18岁，轻判了。可你知道吗？他早满18岁了。身份证上的日子是错的。你告诉我，你找到的卷宗里边记下来这条了吗？证据有时候就是任人打扮的花姑娘。是不是好警察，我根本无所谓。我只求无愧于心。
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饼干包装纸干嘛呀？一个男人关了1天1夜，别说毛发，胡须总会有吧？可黄伟伦连胡茬都没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真是。所以我多了个心眼儿，在他吃的饼干的碎屑里面分离出一种化学制剂。我打了好多电话才搞明白，这是一种叫热休克蛋白的毛发抑制剂。黄伟伦一整夜没长毛发，应该就是因为这个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把药混进了饼干里？问题在于，这种药根本就没有上市。这药是哪里产的？国外的。那我们现在是？有违章拍照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一个叫黄伟伦的艺人在你这买的抑制剂吗？黄伟伦，那个大明星啊？开什么玩笑？那是一个叫宋薇涵的女人吗？宋薇涵？不认识。在彭海除了你，还有谁可以弄到这个药？哎呦，这我真不知道。反正一直是一个男的来拿，不是女的。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啊，他拿了药就走，我也没问呢。是他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不是啊，这件事我真不知道。你之前不是跟他挺好吗？我从不干涉他私生活，爱情不是战役，你说呢？你看一下照片上这两个人，见过吗？他们跟向阳熟吗？这女的我见过。什么时候？有次聚会在向阳家，他朋友多数都是搞音乐娱乐的，这女的一看就不是，特显眼。他跟向阳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吧，但是人应该是他带来的。同进同出吗？半句话没说过，纯纯零交流。但眼神这东西肯定骗不了人，他俩肯定是情侣。不过这女的，可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熟悉吗？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叫谈恋爱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就是你要的爱情。他在玩弄你，懂吗？你知道包庇和故意杀人你区别有多大吗？清醒点，宋薇涵，把事实说出来，争取个缓刑，你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可以过呢。值得吗？
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认识他。向阳是我杀的。怎么样？如果他不松口，还是没有对黄伟伦的直接证据，那就让他松口吧。你们这停职生活过得挺多姿多彩啊！告诉你们啊，没有足够的人证物证，别想逮捕黄伟伦。涉嫌走私违禁药品，我们总可以请过来问一问吧？你这又闹什么幺蛾子？中局这样，叫丁老怪来审，我俩不参与，这样总可以吧？行吧，那我再审审。重点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不过这次明川出的主意够狠的。小白，走了。老丁，黄小荣跟你一块儿审。好。走了。黄小荣，行吗？没事儿。警察同志，您那个手环是我这次演唱会特定的吧？能不能借我一支笔？送给你，以后我的演唱会常来。拿了吧。向阳，是你杀的吧？开什么玩笑！你说你跟向阳不熟，这个是什么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是，我是从他那里拿药，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这向阳就是个败类，这种人，我需要跟他很熟吗？我和他原本是同一区的练习生，
开始的时候关系还挺好的，后来我出道了，他因为能力的问题没能出道。我从美国给你带了点药，对你这个病啊特别的管用。兄弟对你这么好，口风都这么紧了，无非是想让你帮我成名。这么说，多毛症的事儿你是承认了吧？那你很有作案动机啊。那天我来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那天晚上我在公司，很多人都可以替我作证。再说了，你们不是已经抓到凶手了吗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有人说，宋维涵是你的地下情人，你承认吗？警察同志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种人的来路你都不查一下？他从小就在外头鬼混，和小流氓睡觉，我能看得上吗？笑话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了？普通朋友都算不上，只是认识而已。警察同志，你要是觉得有什么证据，把我给抓了得了。这个向阳啊，他就是个双，可能把他给玩了，然后恼羞成怒，把他给杀了，嫁祸给我。这种女人为了钱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这种人难道你们不调查一下他的底细吗？他从小就跟小混混在一起睡觉，我能看得上他？那你的意思，你跟他是普通朋友？普通朋友都算不上，顶多就是认识而已。向阳是威胁了黄伟伦，还要把他是狼人的事情给公布出去。我想杀了向阳，我想给他喝安眠药，可马上我就后悔了，然后我就出去取钱，想用钱来解决。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黄伟伦已经动手了。他先动的手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也很害怕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一定没有事的。啊，你还记得我们两个常去的那个私立医院吗？有液氮，拿过来，打开，放在他身边。
然后给马强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快去，快去！不！哟，忘了电话。快去！忘了电话。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是对方先动的手，你属于正当防卫。要别说了！我叫你做的事你做了吗？说！我做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着急了。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太着急了。因为。你爱我吗？真的吗？我也爱你。我去自首。有我在呢。所以，你就到网吧用向阳的账号删了帖子，是吗？你看一下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签字按手印吧。他会怎么样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是问明川，他能复职吗？你好，2杯焦糖玛奇朵，有一份加2份焦糖。好的，稍等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喝甜的？
这10几天，我想了很多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到现在才发现，我真的是感情上的白痴。我那么努力去爱，那么信任他，到头来还是被骗了。其实，在黄伟伦之前，我也谈了几个，都挺渣的。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结婚了。你知道，我很想结婚的。你一定会找到个好人的。像你一样的吗？带上吧，该去法院了。秉川，如果当时你来了天台，会答应我吗？那个明川，你出去等你。哦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警官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案件的过程？请问一下，谁是负责的警官？他是。这位警官，请问一下，能不能说一下黄伟伦案的过程？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和棘手，但是通过我们警方不懈的努力，把这个案子破了。林川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采访你一下。那个时候，你会答应宋威涵吗？
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你曾经活过。宋微寒，睡得香吗？你这是干嘛？慌什么？是做噩梦了吗？放我出去！不行，向阳说了，现在你可是他的摇钱树。向阳，他不是已经……向阳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该就此结束，就此放手？难道路已走到了尽头？为何我还难以割舍？欲走还留，遥远的温柔不朽，此生为你停留，执着的等候不休，爱太远，爱不够。唱得怎么样？唱得和以前一样好，可是向阳死了，他死了，我还能唱谁的歌呢？你根本就毫无才华，远远配不上你所取得的成就。不，我想过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帮他红起来。我们两个实在是太像了，我唱的歌都是他写的。不过他红了，我的粉丝就会离开我，他们就会知道，他们真正喜欢的是向阳，而不是我黄伟伦。他只想让你帮他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？那一刻，我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自己。他让我想起一直以来的那个噩梦，我只有疯狂地摇下去，摇下去。我的梦才会醒。你真的是个变态，谢阳，我错了。我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。我没有朋友，直到我参加了练习生，那个时候环境竞争那么激烈，而且大家都在勾心斗角，只有你把我当成朋友，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友情。你是我第一个朋友，也是唯一的一个朋友。算了，你自己的罪自己去说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欠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谢阳啊，
小的时候，大家都管我叫狼崽子，根本没有人爱我，所有的人都躲着我，只有自己才能够爱自己。我告诉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只有努力的奋斗，奋斗，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别人才会多看我一眼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关闭了为爱付出的那扇门。但是我发现，这扇大门关上以后，再想要打开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你好好继续当你的动物啊，狼、野兽、怪物。你这一身尊贵的皮毛，你应该引以为豪呀！为什么总是想要掩饰它，假装它不存在吗？为什么要对人们的发声妥协？为什么要屈从于大众的审美？原来，你还是在乎他们的。你赚着他们的钱，却又鄙夷藐视他们，你可真干净啊！不要再说了，宋伟涵。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是和别人不一样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有感情的。直到我看到你为了逃避责任，在审讯室里把我像对待垃圾一样丢弃的时候，这所有的幻想全部都不复存在了。魏涵，我们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的地方，好吗？最可悲的那个人是我自己。如果不是我那么的盲目，
带李颖去菜市场干什么？警官同志，我就是想见见我女儿，我真的想她了。想女儿为什么不给她妈妈打电话？打了，她妈妈不让我见她。林志文，绑架是重罪，我觉得你不应该是想绑架你的女儿，是吗？不是，真不是。那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把你女儿带到那么偏僻的地方？我就是想带她去那儿玩儿。那种地方有什么可玩的？我们觉得好玩嘛。林志文，10年前，你因为故意伤人罪入狱7年，导致你和李兰离婚。出狱后，你在探视李颖期间，对其造成过激行为，被法院剥夺了探视权。1年前，你向杰森，就是李兰的现任丈夫借钱，被拒绝。你现在又私自带着你的女儿去那么偏僻的地方，企图逼杰森借钱给你，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的嫌疑。不是，警官同志，我怎么会绑架我女儿呢？而且杰森对我女儿非常好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那你说，你把你女儿带去采石场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带，反正我没有绑架我女儿。你继续审，去问你们。好。林志文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。真的没有，李颖，李兰女士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可能被吓到了。口供录完了吗？能不能不录了？那可不行，没有口供的话，没法证明李颖是被绑架的。他说林志文没有绑架他，我先去看看他。陆队，什么情况？通知潘普，放人吧。放林志文？为什么？李颖不肯作证，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和证人。他那个李颖那个继父杰森，不是说什么接到勒索电话了吗？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。听说一找到李颖，马上就走了。看来也不是很关心李颖。喂，潘普啊，放人吧。我觉得不关心啊，那也正常。正常。你想啊，李颖跟杰森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那这个杰森和李兰如果没有孩子也就罢了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一个亲生的，一个养女，他不关心，也算正常吧。这个李颖真是可怜，白有2个父亲，现在还不如没有。谢谢警官，走吧。谢谢警官，谢谢。人呢？正审着呢，工队和陈局都在。证据确凿吗？不太好说。你们这些警察都是笨蛋，我杀的没有一个好人。理由很简单，我想净化一下这个社会。满大街都是杀人犯、强奸犯、妓女、小偷，到处乱逛。我想看看这些罪人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。说一说。从审讯的情况看，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干尸案的凶手。一个干尸案，弄了2年，竟然给我弄来一个神经病来。师傅，啊，对了，你去彭海那边怎么样？还适应吧？挺好的，钟局他们挺照顾我的。那个明川，你见到了吗？见到了，他挺会做菜的。碧溪，破案不能一直靠直觉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调去彭海，想好好查一查。可是你这次的直觉很危险，
你不能认为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彭海，就想当然的认为干尸案的凶手就在彭海，在我们内部啊。师傅，报告您都看了，我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。再说了，通往真相的道路上都有危险，这话还是您教我的。可这次你选的道路真是太危险了，弄不好你就再也没法当警察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需要一个合作者，一个比我还要优秀的合作者。希望他不会让我失望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你今天过来陪我，就没想陪那位姑娘。哪位姑娘？装什么傻呀？上次陪你一起来的那位。你说罗队？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个人问题也该考虑考虑了。我听说那位姑娘是从光明市刑警队调过来的，像你们这种单位，这种平行的调动，正常？挺正常的，有提升的机会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有志坚呐，回头我教你一道必杀菜，一定把他给拿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！外边凉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嘿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跟那位姑娘说，有空我请她吃饭啊。修好了是吧？行，这回没事了。没有你，我们今天就停业了。哎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哎，你不好意思啊。林志文，川儿啊！啊，川儿，我还是喝这个顺口。你别说那么多，当年你初中都没毕业，怎么一声不吭就转了？嗨呀，老爷子那边单位调动，我们一家子就全都跟他走了，走太急也没打招呼。你走的再急也打个招呼吧。啊，是。后来我们都去找你了，哎，冯普都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过川儿，你这混得不错呀。今天没耽误你干活吧？啊，没事。他那个三角阀坏了，我给他修好了，没事。一直在干维修？啊，不是，我是白天啊有工作，晚上没事呢，这不挣个零花钱吗？对了，刚才你那个照片挺可爱的啊，应该是1岁多。我闺女16了。还是他妈呢？嗨，离了，孩子跟他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闺女跟我好啊，我这闺女跟爸就是好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关键还是得多见面。你可不知道，这刚离的时候啊，他妈死活不让见。行啊，那我可以不见，但你不能阻止我女儿见我吧？我闺女跟我可好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现在你跟孩子见面，他妈知道吗？我傻呀，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。哎，不过川儿，他马上就16了。什么意思？16就成人了呀，这法律都允许了，成人和成人见面是合法的呀，他妈管不着了呀。哎，你慢点。没事。哎，你住哪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头儿，不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我见你我太高兴了。来，我先送你。哎，没事，我今儿就开心。我不用，我没事，小心头。啊，我知道，衣服搭着。我知道。
晚上喝太多了，啊？你是警察？我法医。哦。哎，哪儿去啊？不是，警官，那个再联系。我刚好在影音学校旁边开会，我现在顺便把他接回家。放心，我怎么会带他吃垃圾食品呢？死者确实是林志文，男性，36岁。等等，走吧。上楼看看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应该是自杀，我估计啊，从这儿。慢点儿。明川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是死者的血，生前应该抽过最后2根烟。我查了，这附近没有监控，群众也走访过了，除了死者以外，没有发现第2个人进入过天台。他在天台是在修缮楼顶。他来天台干活，为什么要自杀呢？
血迹，新的。怎么会有血？林正老师，这么一点血迹能说明什么呀？他在这里停留休息过。可能是意外。你们都认为是自杀吗？综合现场侦查结果，没有第三者的痕迹，基本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。虽然没有遗书，但是我们建议以自杀或者是意外坠楼结案。钟局，明川老师好像不认为是自杀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滴血。钟局 ，DNA 比对出来了，血上的血迹是林志文的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能说明林志文在坠楼之前，身体就有地方在流血了。虽然血迹遗留的很少，但是起码可以证明他在坠楼前，身体就已经不正常了。他有可能是生病了。可能是，可能也不是。所以钟局，我建议做一个全面的尸检。全面的尸检。钟局，罗队，林志文的手机，这个号码已经打过很多遍了。喂。秦灿主任，是秦灿吗？警察，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。警察怎么了？我又没犯什么法，你抓我干嘛？麻烦您配合一下。你有狗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样我可以警察同志，坐下说。我真不知道林志文死了，他的死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就是个中间人，之前他找到我说要买香港的保险，我就寻思托个关系帮他给办了。他保险的受益人是谁？哦，我记得受益人叫李颖。综合所有的证据、证词，林志文应该就是为了骗保，所以才选择自杀的。这样，他可以给李颖留下来一笔钱，弥补当年坐牢给李颖带来的伤害。杰森好像很有钱嘛，但是杰森并不太喜欢李颖啊，对吧，丁队？嗯，应该是吧。当然也是我们猜测啊。理由呢？理由很简单啊，李兰报案的那天说林志文绑架李颖的时候，杰森表现得毫不关心。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李颖不会有事儿？明川老师，以林志文和杰森的关系，林志文以前又坐过牢，你觉得杰森会真的相信林志文不会伤害李颖吗？决定自杀很容易，但如果林志文他真的不是自杀，我们现在就下了结论，那对他来说非常不公平。是，
但是我们定案要讲究证据，我们刑警这边呢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他杀。如果你们法医那边能提供新的证据，我这边没有意见。就因为没有证据，我才建议做一次详细的尸检。明川老师之前不是认识林志文吗？啊，我们是初中同学，后来他转学了，失去了联系。半个月以前我见到他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了解林志文吗？你是说他坐过牢？但我觉得他骨子里还是以前的林志文。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一个人是有可能会改变的，你不一定真正了解他。好了，明川和林志文认识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毕鑫，我相信明川不会因为这点事乱了阵脚。明川，如果你需要尸检的话，一定要联系直系亲属。据我所知，他直系亲属就只有李颖了。我想试试看。毕鑫，你们甲局现在参加全国劳模巡讲团，如果你对我的判断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打电话直接请示他。毕竟，他才是你们刑侦局的局长。不用了，钟局，如果家属同意的话，我没有意见。好，散会吧。老队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趟李楠家？好啊。结果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这么坚持，有必要吗？老队长，你相信直觉吗？我相信。师姐，他不是自杀吗？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呢，像是自杀或是意外。但从我们法医的角度来讲，从外表判断呢，不能断定他死前有没有受过不法的侵害。出于对死者和对你们家属的尊重，我们希望给林志文做一个详细的尸检，我们来争取你们的同意。人都死了，怎么死的重要吗？我不明白，他又没钱又没势，谁会杀他呢？师姐，没这个必要。你不征求一下你女儿李颖的意见吗？那毕竟林志文是她父亲。父亲，他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吗？楠楠，你经常翻墙吗？为什么呀？他们管得太严。你们是警察吧？不像吗？
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吗？还挺帅。现在信了？我知道谁杀了我爸。谁呀？是杰森。我妈也知道，所以她才死活不让你们给我爸做尸检。你是不是听到我们的谈话？听见了一点。你们一定要尸检，他们就是心虚才不敢让你们查的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杰森已经同意我们对你爸进行尸检了。什么？杰森同意尸检了。林志文，川儿啊，我闺女跟我好，16了，成人和成人见面是合法的呀，他妈管不着了呀。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，我见你我太高兴了，真的。师傅，没事吧？我去透口气儿。他出狱之前 ，Jason 和莹莹的关系挺好的 ，Jason 就把莹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。他很凶，经常骂我，就是因为我不练琴不好好写作业。我妈知道，她当然也不敢管他，他也不工作。要是杰森不要他，他怎么生活？没错，儿子是我主动要的。Jason 骨子里就是个外国人，他对这种传宗接代的概念没有那么重。他总是说，莹莹就是他亲生的女儿。老林当然对我好啦，他总说小孩就该开心，不开心的都是那些大人的事。我妈当然不同意我和老林见面了，她嫌丢脸，还怕老林把我给带坏了。杰森一开始也不同意我和老林见面，但后来也就不管了，反正我不是他亲生的，变好变坏，他肯定也不在乎吧。他也经常劝我，让我理解林志文，但是我理解不了。林志文坐牢这几年，如果没有 Jason， 那我和莹莹的生活……他们两个刚刚有接触的时候 ，Jason 想去找林志文谈，但是我怕出事儿，我就没让他去。其实你们不了解 Jason， 他真的是什么事都为我们着想。骗子！
杰森他当然见过我爸，他还打了我爸。打得还挺严重的，头都流血。我爸怕我妈难过，不让报警。丹尼，我弟弟才是他亲生的，他干什么都把丹尼放在第一位，才不在乎我高不高兴呢。老林才是我爸爸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，罗队长，求您件事儿，报告出来之后就别告诉我们了。为什么？人都没了，别再让他打扰我们。既然你们有这种要求，如果没有必要，我不会联系你们。谢谢。小荣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多发性的肋骨骨折，血气胸，肝脏、脾脏、肾脏纵向破裂，脾门、肾地、死裂、幽门部黏膜下出血，手上有很多陈旧的伤，应该是工作的时候造成的。从解剖可以看出，确实是高坠伤，下肢着地。不过还是要等血检的结果才行。还要等？现在还有必要再等吗？我还是觉得林志文不是自杀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自杀的动机，不也没有医术吗？不是说有意外的可能性吗？对，就是考虑到这个可能性才要血检。林志文也许是因为身体不适才意外坠楼，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导致的身体不适。你很相信林颖说的话，是吗？为什么不信？我去调查了林志文出事当天杰森的行踪。他上午9点半到公司，晚上10点半离开，期间有保安、前台、同事的口供，还有大厦内部监控录像备。血红蛋白血小板进行性减少，白细胞计数增高明显，分类可见原始细胞或幼稚细胞、吉林细胞呈阳性，血液无毒物残留。同时，我们调取了林志文在市医院的病历，结果和我们的血检完全一样。那这个林志文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？林志文得了白血病，急性的。那你们法医那边的结论呢？很简单，血检结果没有发现毒物残留，那说明没有人给林志文下毒。也就是说，林志文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。严格的说，他坠楼是个意外。明川老师，
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你不会觉得林志文得白血病是人为的吧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钟局，之前我们只是考虑中毒的可能性，所以没有做过任何与过量辐射相关的检测。现在血检集的结果是急性白血病，那我认为有必要再试检一次。钟局，林志文得了急性白血病，很明显是因为并发症导致血晕坠楼，这是一起很明显的意外死亡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浪费人力物力追查下去。李颖不是说过杰森有可能？他说谎，我已经问过李兰了。林志文跟杰森根本没有接触，而且杰森平时也不关心李颖。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冒这么大的风险，用这么诡异的方式杀死林志文？那别人呢？明川老师，我前面所说的所有的话，都是经过详细的走访之后得出的结论。林志文没有债务，没有仇人，也没有遗产。你刚才所谓的矛盾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讨厌自己继父的小女孩编造的谎言。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谎言和你所谓的直觉，没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尸检了。好了。比心，我认为明川考虑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钟局，但明川，做事要讲证据。比心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林志文的死是个意外，你能推翻他吗？我知道谁杀了我爸。谁呀？是杰森。杰森他当然见过我爸，还打了我爸。承认和承认见面是合法的呀，他妈管不着了呀。师姐，没这个必要。